这是电影《绣春刀》中最精彩的一段苗刀对决，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味。陆文昭所使兵器名叫赤须，丁白英所使兵器名叫白鹰，一鹰一须暗合情义，二者同属苗刀。苗刀又称御林军刀，最长可达 1.6 米，其中刀柄长达 0.4 米，因其刀身修长形似禾苗，故此得名。苗刀的前身乃是唐刀，后来唐刀传入日本，演变为倭刀。抗倭英雄戚继光改良倭刀，发明了戚家刀，兼顾了刀枪两种兵器特点，可单双手持刀，搭配鸳鸯阵大败倭寇，后来发展为名御林军配刀。陆丁师兄妹便是戚家军的后人，二人所使刀法为戚继光所创新有刀法，双手持刀，招式大开大合。丁白英抓住空隙，一刀命中沈炼腹部，随后苗刀连续不断径直劈砍，沈炼正面被压制，无法还手，只能向一侧移动避开苗刀锋芒，而丁白英立刻改为防守势，在沈炼绕至其身后的一刹挡下了绣春刀攻击。与此同时，陆文昭立刻抢上挥刀横斩，在假装刺出一刀后立刻转身，以左手握住刀尾后1/3处。注意，苗刀的刀尾处是不开刃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手握，既可以快速切换持刀方式变刀为枪，又能在贴身近战时变长刀为短刀，同时也可降低刀刃的锻造成本。陆文昭苗刀上举，左右手同时握持刀身，立刻改为横刀姿势回身挡下沈炼攻击。在二人贴身的一刹，陆文昭再次回身，以左手反手握住刀柄，右手反握刀身，快速斩向沈炼。如此近的距离下，沈炼已无法闪避，只能硬接苗刀斩击。丁白英飞身下劈，却不料又被沈炼避开。另一边，裴伦在处理完一众小喽啰后赶来驰援，沈炼持刀冲向丁白英。在竹林之战中，沈炼曾被丁白英以一记拔刀术瞬间斩断兵器，而他经过苦苦思索，已想出破解之法。丁白英仍是以鹰手拔刀的姿势，在沈炼绣春刀劈砍的瞬间，快速拔刀横向格挡，之后快速切换为双手刀，同时身体快速下前欲斩断沈炼兵器，而沈炼早有预料，绣春刀顺势下移并绕至身后，丁白英一刀斩空，沈炼抓住空档，左手快速换刀，划伤了丁白英腿。陆文昭闻声赶来，苗刀急斩而下，却不料招式瞬间停住，裴伦竟已爬了上来，一记夹刀棍给陆文昭来了个透心凉。原来此前在锦衣卫衙门中，裴伦本想忠心护送陆文昭离开，却不料反被陆文昭砸了腰子。随时拖住他们，大人你想。裴伦所使兵器夹刀棍流行于明朝，也是戚继光所创。夹刀棍由2根短棍构成，较短的一根带有短刃，关键时刻可将中间的关节卸下，变棍为枪，延长兵器长度。可谁又能想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陆文昭、裴伦、丁白英相继战死，沈炼侥幸未死，被押入诏狱。丁白英还有2个徒弟，一个名叫丁修，一个名叫丁显，二人皆成了流寇。而丁修无意中从一名锦衣卫口中得知了师弟丁显杀掉了一名锦衣卫，并冒名顶替。新的故事即将展开。